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恐怖怪谈。今天晚上讲世界上哪一个人恐怖，今天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我必须说，今天这则发生在印度。印度我多少还是要介绍一下啦，因为我发现我们的会员版当中里面有一些印度的好朋友。对，那这则故事呢，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所以我想要介绍给大家。甚至我想到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说我外公所碰到的一些事情。但进入今天恐怖怪谈之前，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下。我最近常常会看到有一些人会留言说，他已经加入会员了，为什么他没办法看到会员版的影片？我必须跟大家讲哦，再次声明，再次告诉大家，每一个非会员版影片下面的介绍栏里面 ，YouTube 它影片的下面都会有个介绍栏嘛，对不对？或公布栏，不知道你怎么说？那其实都会介绍一些那个就是这支影片的大纲啊、大概啊、意思啊，但在最下面呢会藏着一个会员版的连结影片，你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会员版的影片了哈。要注意哈，要记得。好 ，OK。那怪谈之前，昨天的影片那个黑黑的是什么东西呢？探出头来又缩回去，是头吗？我也不知道，看起来就是一个黑黑的东西，不知道是动物还是什么，但动物不可能啊！我那天在现场怎么可能会有动物？对哈，所以你们怎么想的呢？就交给你们自己去判断了哈。好 ，OK。那说到这则恐怖怪谈的经历呢，基本上我为什么会说让我想到我外公以前在马来西亚住的那个饭店所碰到的事情呢？有一些人可能忘记了，就是我稍微简单提一下，就是我外公在那时候我们去马来西亚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睡一间，就他晚上睡一睡的时候，那电视会自己打开，然后里面会跑出一个人在跟他讲话，然后呢把电视关掉，他又自己打开，然后呢灯打开，电视还是会自己打开，最后插头拔掉，电视还会自己打开，而且都是同一个人跑出来一直跟他讲东西，然后最后我外公一直跟他对峙到白天，那个人才自己消失，所以隔天就退黄换房间了。今天这一则其实有蛮类似的哦，是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了。这件事发生在2016年，当时我18岁，刚通过12年级的董事会考试。我和3个朋友计划在一个周末去孟买一个相当有名的地方过夜旅行，我们就叫他们 R、S 和 T 吧。我们中午12点抵达饭店，被分配到一间类似小屋的房间，距离接待处大约6到7分钟路程。那间房间和其他饭店有一段距离。我们到达房间后，发现旁边有一个相连的房间，同时也注意到这家饭店的客人并不多。房间后面有一道高墙，上面有围栏，用来防止动物跳进来。相连的房间另一侧锁着，外侧也锁着。我们放下行李后，就去附近的饭店吃午餐了。大约下午2点吃完 ，S 建议我们去接待处附近打撞球。大约4点，大家决定去游泳。我们迅速换好衣服，跳进游泳池。游泳池的水有点脏，但我们不在意。在游泳池放松了1个小时后，我们决定去附近走走。我们为各自的家人买了一些东西，然后直接去一家有名的饭店吃饭。T 为我们所有人付了账单之后，我们就回饭店。晚上8点回到饭店，决定到处逛逛打发时间。大约8点半，我们回到房间，发现相连的房间靠我们这边的锁被打开了。和我走进去检查，惊讶地发现所有的灯都开着。我们2个都觉得可能是客房服务人员来检查过，却忘了关灯。我们想，既然花1房间的钱得到2间，那就 R 和我住这间， T 和 S 住原本的房间。当 R 和我把东西搬过去时，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我告诉 R， 这房间感觉很诡异。于是我们决定4个人还是一起睡在原本的房间比较好。因为是周末，电视正在重播一部印度的日常肥皂剧《塔拉克梅塔的颠倒眼镜》，几乎所有印度人都看过这部剧。顺便说一下，我们的房间电视是旧款的，面板上有实体按钮。我们看到晚上11点，然后决定睡觉，因为隔天早上10点要退房。我拿起遥控器反复按关闭键，但电视怎么也关不掉。决定用面板上的开关按钮试试看，还是一样关不起来。我们所有人都被这情况搞到有点毛骨悚然。S 说最好直接拔掉插头，大家也都同意了。就在他起身要拔插头的那一刻，电视却自动换台，而且变成静音。我早就把遥控器放在电视旁的椅子上了。S 鼓起勇气拔掉插头，电视却还是亮着。
但现在开始自动从静音变成有声音，这下我们真的很害怕。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我突然想到，应该联络客房服务，请他们帮我们换房间。结果电话线是断的。T 起身打开门，看看能不能找到有人帮忙。外面一片漆黑，只能看到远处一间房间透出的灯光。我们放弃了在这么黑的情况下走到接待处的念头。回到房间后，我们心想只能硬撑这一夜，如果早上还活着算是奇迹了。我们把浴室的灯开着，因为谁都没有勇气在黑暗中睡觉，电视还开着，处于静音状态。4个人挤在一张床上，还在电视上盖了条毛巾，免得光线照到脸上。大约凌晨4点 ，S 把我叫醒，说电视已经关了，盖在电视上的毛巾也掉到地上了。但奇怪的是，当我们重新插上插头后，电视怎么也打不开。我们2个都没再有进一步的调查，直接继续睡。大约早上9点半，我们迅速起床洗澡，然后退房。当我们把这件事告诉饭店的经理时，他却笑我们是在做梦。这就是我所碰到的恐怖经历，直到现在想起来还是会让我毛骨悚然。有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吗？我做了一些调查，发现这种情况通常都指向恶作剧或是吵闹鬼。介绍完了这一则经历，恶作剧嘛，其实我不知道因为你们在住一些饭店的时候啊，像说我住饭店，我都不会有一些那种习俗啊、动作啊，就是说，不好意思，叫门打扰啦，或是说，拖鞋要乱摆啊、放水、冲水，我都不会。那我住饭店，其实有没有碰过事情？也有，然后有几集还有拍下来，甚至我这次泰国回来，我有拍了一集。我觉得泰国饭店真的还蛮猛的。那说真的，碰到电视这样的情况，我真的是比较没有对啊，还是因为我以前都会习惯开电视呢。在日本的话，我基本上电视都是开整晚的，我没有在会关啊。电视小台不会关，电视大台会关，因为太亮。对，所以我也没有碰到那这次泰国电视，因为它在1楼，我过去的时候它本来就是坏的，遥控器没电了吧，打不开，所以也没看。不知道，就让我想到我外公他所碰到的情形，还真的蛮有趣的。假如给我评分的话，大概差不多是3颗吧，因为我外公的事情是好像有人想要跟他申冤，所以一直跟他讲，所以我外公到最后是坐在前面，一直跟他讲说，你要找那个听得懂你语言的人。那这个人呢，也没有人跑出来，因为我外公的比较恐怖，是因为他有一个人一直在那边讲话，讲马来文我外公听不懂嘛这个完全都没有，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所以说只能到3颗星星然后有人跟我讲上一集马来西亚那个我忘记评分了，上一集马来西亚我现在补评一下4颗。对，上一集马来西亚，上礼拜那集马来西亚其实也蛮恐怖的，对我还蛮喜欢，所以才介绍给大家嘛，对不对？好，那今天恐怖怪谈就到这边了。鬼月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不要去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让我去就好了，好吧 ？OK，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咿呀嚓嚓。